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3次大规模禁佛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庙号或谥号都带有个武字，因而得名。佛教界称之为三武法难。又因五代十国时期也有后周世宗进行的大规模灭佛运动，故又合称三武一宗灭佛、三武一宗法难，是佛教史上的最大法难。又因五代十国时期也有后周世宗进行的大规模灭佛运动，故又合称三武一宗灭佛、三武一宗法难，是佛教史上的最大法难。当时佛教已经渗入政治生活方方面面，甚至是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和执政危机。一方面寺庙从不务农，不服徭役，不遵王法；另一方面吸收大量年轻劳动力，到处圈地，不断收刮住百姓的民脂民膏，已经成了法外之地。北魏太武帝拓跋道原本崇尚佛教，后来受到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封道教，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对佛教有偏见。太平真君5年9月，诛杀政变未遂的僧领玄高、慧崇等人。7年，太武帝西征抵达长安，见到佛寺僧侣多所破戒，酿酒，私藏兵器，淫乱妇女，司徒崔浩要求灭佛。3月，下诏坑杀长安沙门，并且命令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烧毁佛经，处决僧侣。太子因为笃信佛教而缓刑，僧侣们得以多做准备，故被杀的不多，但是殿宇多毁。此次灭佛表面上是皇帝重道灭佛，实际上是胡汉之争。因为当时佛教的支持者是鲜卑贵族，汉族氏族崔浩企图通过重道重儒灭佛以及修史等举措对鲜卑政权进行和平演变，实现汉化。灭佛事件是胡汉矛盾的极端化表现。鲜卑贵族深恨崔浩，而拓跋道本人也对崔浩汉化政策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浩被处死，族灭。崔浩的姻亲河东柳范阳卢也被灭门。崔浩身死使拓跋道失去股肱重臣。正平2年2月，宦官宗爱谋杀了太武帝，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10月又杀拓跋余。大臣刘尼、元贺等立太武帝之孙拓跋浚继位，是为文成帝。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复，建德毁佛。北周实际建立者权臣宇文护笃信佛法，因对东方的东魏处于弱势，以佛教消弭胡汉差异，统合人心。到了宇文邕时代，北周逐渐强势，且关陇集团间鲜卑、汉族士大夫趋于无敌，遂废掉了佛教，吸收其财，会昌毁佛。唐武宗喜好道术，开成5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境中，于三殿修经路道场，亲授法录。宰臣李德裕等厌恶佛法，此2人经常在唐武宗面前诋毁佛教。会昌2年10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经者还俗。财物入关，僧许留奴1人，尼许留婢2人。3年，查点外国僧人，并禁摩尼教等流传，令2阶功德使梳理京城，公案无名者还俗。递归本观，诸州道府皆同司隶。4年，诏禁供养佛牙，毁焚长生殿内道场金像，换为天尊、老君之像。但毁佛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寺院所属庄园增加，国税收入减少，加以僧家腐败，僧侣不识生产，妒好天下。会昌5年3月，勘检天下寺舍奴婢。8月，敕毁佛寺，勒僧尼还俗，下令并省寺院。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6。次年武宗去世，唐宣宗即位，灭佛就此结束。但佛教已受到很大的打击，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也受到波及。此后逐渐退出中原地区，显德毁佛。显德年间，北方5代更迭，兵革时兴，僧尼管理宫令渐迟，以致寺僧腐烂，直接影响国家赋税。兵役显德2年，诏令整饬寺院，杀太僧尼，凡无先代赤额之寺宇，并皆停废。亲无是养者不许出家，规定若要出家，男年15以上，须背诵佛经100卷。
禹年13以上，须背诵佛经70卷。陈状呈上，有本郡考试，上报祠部，给予度牒，方得剃发。禁止烧身、炼纸等炫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存留寺院之外，民间的铜佛像全数没收入宫，用以铸作铜钱。此后，华北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继续发展。明世宗崇信道教，排斥佛教。自正德16年3月登位以来，即先行淘汰明武宗在位时所宠信之各和尚，而前朝引导明武宗信佛之太监亦大多被罢黜。其实这些皇帝之所以要灭佛，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佛教影响了国家经济。佛教不服徭役、兵役，佛家讲究的是不侍奉父母，不娶妻生子，但中国古人的潜意识是孝道为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觉得这些皇帝的灭佛行为做得对吗？